提起迪拜，你脑海中是不是瞬间浮现出那高耸入云，仿佛要刺破天际的哈利法塔？那座仿佛用黄金和玻璃打造的帆船酒店，是不是也在你眼前晃悠？还有那号称全球最奢华的购物中心，哇塞，光是想想就觉得钱包在滴血，黄金 ATM， 那简直就是土豪的玩笑，对吧？记得订阅和打开小铃铛，我们一起来看看迪拜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黑暗面吧。但你知道吗？在这座城市的繁华背后，还藏着另一个世界，一个与奢华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的世界。那就是劳工区 Sonapur， 一个被迪拜繁华遗忘的角落。让我们把时间倒带，回到上个世纪初。那时的迪拜还是一个只能靠捕鱼和珍珠养殖为生的小渔村，夏天的高温让人恨不得变成冰棍儿，树荫下的那点可怜阴凉就是最大的享受。但1966年，石油的发现就像一股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把迪拜卷上了天。石油那可是黑色的金子啊！迪拜人仿佛看到了未来，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他们也明白，石油这玩意儿不是长久的买卖。于是迪拜开始玩起了多元化，航空业、旅游业、自由贸易区、全球金融中心，一个个从无到有的奇迹在沙漠中上演。你看看现在的迪拜、哈利法塔、朱美拉棕榈岛，全球最豪华的购物中心，简直就是未来城市的典范。但你知道吗？这些建筑背后是多少劳工的血汗和泪水？离市中心不远，有个叫 Sonapur 的地方。这名字听起来挺高大上的，黄金之地，对吧？但对于住在这里的劳工来说，这里就是梦想破碎之地。每天有30多万外籍劳工在这里辛勤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他们原本怀着改善家庭生活的美好愿望来到迪拜，但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住的是狭窄、炎热且拥挤的工人营，10几个人挤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宿舍里，连个转身都困难。夏天沙漠的高温可以飙升到50摄氏度，但空调对他们来说就是奢侈品。更多时候，他们只能靠风扇，甚至用湿毛巾来降温。说到卫生条件，那更是让人堪忧。公共厕所经常排起长队，食堂里提供的食物则是最廉价的米饭和蔬菜，而他们每天需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日。他们的工作内容也是极具危险性的高空作业、建筑施工，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危险。他们的工资是多少呢？每月大约800迪拉姆，约220美元。这笔钱的大部分还要寄回家乡支持家人，留给自己吃饭和生活的所剩无几。最令人心痛的是，一些劳工在抵达迪拜后才发现雇主拖欠工资，甚至直接赖账，而他们因为护照被扣押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无奈地忍受。而在迪拜的富人区，那可真是另一番景象。法拉利、兰博基尼在街头悠闲地散步，5星级酒店的房间配备了私人泳池，连下午茶的甜点都用黄金叶子装点。游客们被这奢华震撼得目瞪口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背后的推动力是 Sonapur 那些默默付出的劳工。迪拜的宣传机器当然非常成功，它成功地展示了这座城市的繁华和奢华。但在这些广告中 ，Sonapur 从未被提及。这些劳工区被严格限制进入，很多游客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城市的管理者知道，如果金碧辉煌的表面与贫困的现实联系起来，可能会影响迪拜的国际形象。迪拜就像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它拥有最现代化的城市景观，高楼林立，豪车遍地，但同时它也隐藏着最原始的劳作和最赤裸的生活。劳工们，那些为这座城市流血流汗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付出，他们的无奈，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有人说，迪拜是现代化的奇迹，是人类建筑技术的巅峰，但这奇迹背后是无数劳工的血汗和泪水。他们每天辛勤劳作，
只为了那微薄的工资，只为了能寄回家一点钱，让家人过得稍微好一点。但你知道吗？在迪拜，劳工们的处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关注和舆论的压力，迪拜开始对劳工的权益进行了一定的改善。一些劳工的工资得到了提高，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劳工的问题，开始为他们的权益发声。回到 Sonepur， 这里是迪拜的另一个面，也是迪拜最真实的一面。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迪拜，我建议你不要只去欣赏那些奢华的景点，也来 Sonepur 走走看看。你会看到这里的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你会看到他们的笑脸和泪水，你会看到他们的生活和希望。或许你会觉得这很震撼，或许你会觉得这很心酸，但无论如何，这都让我们看到了迪拜的另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迪拜用它的奢华震撼了世界，但它也用自己的矛盾和问题让我们思考。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和贫富差距的并存，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黑暗。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城市里，我们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挑战。我们希望迪拜能够在奢华和人性之间找到平衡。这不仅仅是对迪拜的期望，也是对世界的期望。我们希望每一个为城市付出的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我们希望每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能拥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和机会。Sonepur 的劳工们，他们都在为生活而努力。他们或许没有豪宅，没有豪车，但他们有家人，有梦想。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倾听，他们的付出值得我们尊重。在迪拜这座沙漠中的奇迹之城，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每一栋高楼，每一个奇迹的背后都有无数人的汗水和泪水。但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些故事，真正看见这些泪水时，我们才能说我们看到了迪拜，看到了世界。所以当你下次踏上迪拜的土地时，请不要只被那些奢华的景点所吸引。去 Sonepur 走走吧，去看看那些为这座城市付出的人，去听听他们的故事，去感受他们的生活。也许你会发现迪拜的另一面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真实和深刻。迪拜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城市，它既有奢华的一面，也有贫困的一面；它既有现代化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它既有人性的光辉，也有人性的黑暗。但无论如何，迪拜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一个关于发展、关于梦想、关于人性的故事。也许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选择看见真相。每一个为城市付出的人都有他们的价值和意义。看见他们的付出，看见他们的努力，看见他们的梦想，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迪拜的繁华和奢华是显而易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繁华背后的付出和汗水，看到奢华背后的辛酸和泪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迪拜，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最后我想说的是，迪拜是一个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思考的地方。它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它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它既有希望的一面，也有挑战的一面。但无论如何，迪拜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前行，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一个关于梦想、关于发展、关于人性的故事。所以当你下次听到迪拜这个名字时，不要只想到那些奢华的景点和豪车，不要只想到那是一座用黄金和玻璃建造的城市。想想 Sonepur， 想想那些为迪拜付出的人，想想他们的故事和汗水，想想他们的梦想和希望。也许你会发现迪拜的另一面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真实和深刻。迪拜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也是世界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发展会有代价，繁荣会有阴影，但只要我们看见真相，理解差异，付出努力，我们就能在这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在迪拜的沙漠中，每一粒沙子都有它的故事，每一阵风都有它的声音。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故事，去聆听这些声音，去理解这个世界，去成为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吧。也许正是这些微小的共鸣，才能为世界带来一丝温暖的改变。记得订阅和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拜拜。